大概拍了5到60部吧，总裁的占有率80%。没有最霸的，只有更霸的，居高临下，把别人可能堵在角落里。也有很多雷同的，重合度太高了，锯掉了，然后别人眼泪都爆了。对，不后悔，因为这是提前料到的，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选择嘛。24年在拍短剧的时候，大部分的霸总很强势、很霸道的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这个台词，但是我印象中这个台词还蛮火的，就是比如说类似于“女人你在玩火”，很简单，把你给我，妹妹就有救。其实我是很难说出来的，一般遇到这种很生硬的台词，我会跟导演商量，稍微把它给弱化一点点，不然我就自己说的都很别扭，观众也很难相信。今天也准备了一些你过往演过的霸总，旁边有3个夯，可以选出你心里比较夯的霸总。其实这些他们各有各的特色，其实你这个夯给的有点少了，这个不能代表剧好坏和那个我就说那个单从角色我认为的夯是吧？对。这个是霸气程度吧，就这个是24年拍的，比较早期古早的霸总，他是非常的霸道强势的，任何时候都是居高临下，别人都是给他服务的。凭什么？你跟我在这儿道德绑架呢？我要你，不卖，给不了。那个是要做心理建设，然后需要找很多参考，然后首先要说服自己内心嘛，你自己认可这个东西，你才能去把它演得相对于自然一些吧。确实需要做一些功课，怎么样设计一些小的细节，不要让女性那么的反感。演的时候，你会让身边的人帮你看一看吗？尤其是咨询一些女观众他们的意见。他们给的意见其实反差都很大，就是有的我很接受不了的地方，反而女生觉得很动心。比如说这能不，比如说掐脖子什么的，就很多人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我没有掐过别人脖子。但是有的女生她觉得就很有性张力。我放在这儿，这3个都挺夯的，就是对女性非常的尊重。虽然这仨都是身世比较显赫的，但他遇到女主之后，非常的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。我觉得最写实的是这个季向东，他就像大家生活中看到的总裁的样子，也有淘气的时候，也有正经的时候，非常的生活，非常的立体。既然邱秘书这么多风流债，就差我一个了吧？真无语，发行期的企鹅求偶都比这有格调吧？我就是提醒邱秘书一下，剧情与时俱进了嘛，更加的接近生活了，演起来更容易一些，相对于。过来，过来，好凶啊！稍微要凶一点吧。那能那个有一点爱意的吗？哦，我跟他是有一些，我跟秘书有一些爱。对，咱不是演过这个邱秘书书这个关系是吧？啊，我在码字是吧？看到了，过来，过来。那在演这种角色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肢体上的小设计？有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。要举个例子吧。我太难了。比如说，心动还请告诉我。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宴会，然后我收拾好了在门口等他。我就为了体现出我有一些不耐烦啊，我会刻意耍帅，靠在车上，一个手插兜，然后咔出来了，然后穿着很美丽的裙子惊艳到我了，然后稍微一个愣神，然后就等等类似于这种小的东西很多其实。
最早别人跟我说我是嘴毒赛道的，后来是禁欲霸总，再后来说是充满了人夫感。在我的赛道里，我没有让它变得过于熟练，还是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的。演霸总最忌讳的是这个油腻，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角色，让你的角色避免进入油腻的状态？就我自己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就是有的时候笨拙一些其实没有关系。就我刚才说的熟能生巧，如果你太熟练的话，难免会缺乏一种敬畏感，没有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，我认为多少会有一些油。相似的这种人设会不会让你感到有一些疲态？会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剧本很好，然后制作班底也好，但人设确实是太壮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些衡量了。如果你不演，让别人演了，别人就会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。就是我是想要一个好的成绩的作品，还是想坚持自己去演一些自己想到就会兴奋的角色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咬咬牙就接了。大部分时候我可能就是选择坚持自己喜欢的。确实是爆了。是。那会后悔吗？不后悔，因为这是提前料到的，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选择嘛。你平时会看这个榜吗？我不会看，但是我偶尔会刷到。对，不会太在意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实时更换的。你最近可能没有戏播，你就下去了；你播了一个戏，你就上来了。哇，如果对这个榜非常纠结的话，人真的要累死。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保持在一个高位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。这些都是暂时的嘛，起起伏伏才是一个常态嘛。就过气这个词儿现在还没有，但是早晚你是要面对的。可是过气的时候，它不是也是一个沉淀吗？我更在意的是稳，事业的规划这上面，我觉得稳重一点，稳一点好。可能不一定要很快或者很高，但是我想一直有一个不错的输出。我觉得走得稳比走得快和高更加的重要。大家也说你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性格非常憨的，非常夯吧，还是非常憨？又夯又憨的一个人。我家狗不太搭理我，它走丢，它不是说无意走丢的，它是刻意走丢的，它是跟我生气然后跑了。当我找到它的时候，我害怕它不回来，所以我是非常好的态度，我说妞妞过来过来过来。然后当它被我骗过来的时候，它犹犹豫豫的过来以后，我就把它拴起来揍了一顿。